所有粉丝最关心的16个关于易控4106的问题，老詹在这里给你解答。第一个问题，4106是多大比例的？怎么看上去有点小呢？4106其实啊，它是一台1:10的车。根据易控的命名规则啊，41就是1:10。那么其实这台车我们和Traxxas 的 TR-X4 的奔驰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轴距比这个TR-X4 的奔驰还要稍大那么一点点，而且整个外扩尺寸看上去啊，两台车子是相差无几的，可能这一台还要稍大一点点啊。第二个问题，4106是到手玩吗？4106的话啊，我们的配置是叫做 RTR， 也就是说到手玩。但是这个级别的车子呢，其实你还要再配上电池和充电器才可以到手玩啊。也就是说，这台车子你另外购买电池和充电器就可以了。第三个问题，4106大梁是不是金属的？这台车子其实我在前面的视频也给大家说过，这台车子的大梁它是尼龙的，但是它是一体化的全新设计的一个尼龙大梁。这个大梁呢，我们的这个测评昨天直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测评各种暴力的玩，各种暴力的翻滚，测试下来，其实老詹认为不亚于我不敢说超过，但是我的认为是不亚于金属大梁的车子。那么当然这个问题肯定有很多玩家是说厂家其实是为了节约成本那么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无可厚非可能也站得住一定的脚但是它在节约了成本的前提下，降低了这台车子的售价，但是达到了和金属大梁一样的效果，玩家省了钱然后把这台车子做得更加亲民价格更加亲民，更加适合于新手，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吗？第四个问题，4106传动轴是不是金属？4106的传动轴和大梁一样，其实它也是尼龙材质的。我一直有一种观点传输给大家，不是金属件就意味着是好的除非你是一个金属控，包括车壳你都要金属的，那么你选择 Couple 那样的全金属品牌就没问题。像传动轴这种部件，其实包括像 T4 这种车子，它原配的也是尼龙材质。而且我们在整个销售这个车子的过程中，像 T4 这种车子，尼龙材质的传动轴，从我有记忆卖这个车以来，没有一个客户把传动轴给扭坏的所以尼龙材质的传动轴其实是没问题的。第五个问题，4106哪些部件是金属的呢？好，又是关于这台车的金属部件的问题。那么这台车子，我认为该用金属部件的地方，它用了金属部件比如说特别重要的这个齿轮无论是桥齿也好，无论是波箱里面的齿轮也好，都是金属的。那么在整个传动系统这一块的强度我昨天测试下来以后，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很多关键的部位它用了金属的这个部件第六个问题，昨天直播户外测试很暴力，车坏了吗？我们今天把这两台车子清洗干净以后做了仔细的检查，两台车子除了这台白色的在外观上这个车壳这里裂掉了，整个其他东西完好如初。除了这个正常的划痕比如说这台车子其实可以看到在机盖上面也好，保险杠上也好是有一定划痕的。其他的机械部件包括电子的设备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台车子我要说一下为什么这个车壳裂了呢？我们在整个测试过程中，这台白颜色的车子从2.5米5、6高的一个土坎上这样翻了6、7个跟斗掉落下来，然后掉落在石头上就抵到这个地方所以就把车壳抵裂了就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的裂口。除此之外，我认为这台车子整个结构件也好，电子设备也好，都是没问题的。那么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其实 S1 版的这个没有后备胎，其实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昨天的翻滚，其实这台 Pro 版翻滚的也挺厉害，但是每次跌落下来，这个后备胎都起到了这个一定的缓冲作用，包括这个后备胎的这个后备胎支架都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所以我觉得丧失了一点点这个重量上的这个优势，因为装了备胎以后，它的重量会变得更重，但是带来的是这种跌落的缓冲作用。看大家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吧，啊，孰优孰劣，大家自己去判断。反正整个昨天暴力测试下来啊，除了正常的使用划痕以外，两台车子基本上都是功能全部是正常的。